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求村民的小包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灾变模组。之前介绍过这个模组啊，模组里面有在地狱的下界合金巨兽，战斗起来非常困难，还有在末地的末影守卫，这是之前模组里面最厉害的2大 BOSS。不过后来模组又更新了，更新出了2个新的 BOSS， 并且难度史诗级提升，模组的下载量也逐渐向1000万大关靠近。接下来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。首先第一个 BOSS 是在主世界的，我们要制作一些机械之眼，然后将它像末影之眼一样投掷出去，它就会给我们指向 BOSS 的方向。这个 BOSS 的位置会在地底非常深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古代工厂，走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BOSS 了。BOSS 就在这个场地的一旁待着，我们需要用下界之心来激活它。它的翻译叫做先驱者，看起来有点像凋零一样，有3个头，血肉痛苦，机械飞升，连凋零都加入了光荣的进化。在这个战斗工厂的周围有很多 EMP 的装置，这个装置可以充能，充能完毕之后我们激活它就可以发射出电磁脉冲，这个脉冲在战斗中是可以眩晕 BOSS 的。那咱们来放置一下下界之心啊，这样子这个 BOSS 就可以激活了。把它激活之后还会触发非常激情的战斗音乐。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战斗方式吧。首先这个丢出很多炸弹并且让玩家的屏幕震动的是榴弹炮，这个榴弹炮还会伴随着凋零的粒子出现，还有凋零飞弹和凋零激光，这个一小束一小束的攻击到生物会让生物着火，以及这个冲撞攻击会造成大量的伤害并且击飞，沿途那些不太坚硬的方块都会被它摧毁掉。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攻击，经过一段蓄力之后向面前发射非常粗的死亡激光，持续时间很长，通常玩家在接触到之后会被直接秒杀。不过这个激光是可以给 EMP 充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躲到 EMP 之后借用它的这个激光来反击。这个先驱者每次受到伤害是有上限的，我就算给他1万点伤害，每次掉的也就是那么一管。然后在到达半血之后，他会进入第2阶段，在第2阶段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拿弓箭射到他了，和原版的凋零是一样的，并且在这个阶段他的技能会得到强化，战斗力更强，像冲撞攻击就会被改变成很多次连续的冲撞。成功击败先驱者，他的死亡动画也特别酷炫，然后会掉落一些非常强大的战利品，这些战利品可以拿去制作一些模组中的特殊物品，还可以拿去锻造等等。像我身上这个特殊的鞘翅，就是拿 BOSS 的战利品还有鞘翅合成的，特别的帅气。那下面一个是地狱的 BOSS， 在地狱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堡，在这个城堡的中间我们可以进行另外一场 BOSS 战。不过在打 BOSS 之前还是老样子啊，先打点小怪，打打通行阵。我们需要这个怪物的掉落物来召唤这个 BOSS，把掉落物放在火堆中间，随着底下光阵的展开，咱们今天的第2个 BOSS 炎魔就可以被召唤出来了，出场就非常的帅气啊！这据说是这个模组最强大的 BOSS， 并且也是使这个模组大火的主要原因。我刚刚手上拿的剑就是从这个 BOSS 手上拿来的。然后他的一些技能啊，首先是这个远程攻击，挥出几个火球，火球可以让生物着火，然后距离生物较远的时候会跳跃着冲到生物的旁边，并且在地面上产生一圈震荡波，这个震荡波是用它巨大的盾牌砸到地面上生成的。然后它还可以使用它的大剑蓄力，然后突然冲上去，一下子给目标插起来，造成大量的伤害，还可以吸血，并且会给目标附加一个烙印，这个烙印可以让它在10几秒之内几乎没有防御属性。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劈砍动作。接着咱们进入第2个阶段，炎魔的生命值降到 50% 以下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就会变蓝，并且一些技能的属性会被加强。有的技能我可能没看到啊，他可能没有展示。这几个 BOSS 真的制作的非常精良，动作流畅，模型也很酷炫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组。然后这个模组作者呢，最近正在制作新的 BOSS， 深海的利维坦。这个 BOSS 需要玩家在水下战斗，这个 BOSS 出来肯定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